產到處嘅性行為都係邪淫，你有份咩？Hello strangers, this is me. Nice to meet you. 今日我哋講同性戀。一講到倫理議題，特別係有關性嘅話題，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觀點同睇法。就算係法師，都可能會有法師個人嘅觀點乃至偏見，未必完全等同佛法。法師都有，何況我呢啲修行極淺嘅普通人類呢？所以呢條片嘅內容乃至成個演繹，都必然地會表達咗某種立場。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持平地吸收資訊，再自行分析。今日我哋會先講一下佛家普遍對同性戀嘅態度，列出一啲戒律曾經提及過嘅會犯戒嘅同性戀行為，再講下各派別大德對同性戀嘅立場，最後就會分享一下我個人嘅見解。希望你可以 follow 我嘅 IG 啦，我喺 live 度都分享頗多呢啲關於 sexuality 嘅 topic 嘅，咁就會分享得盡情一啲，所以各位要報住啦。OK, let's start. Hello, long time no see. 我認為佛家對同性戀嘅態度係相對溫和同持平嘅，因為佢乜戀都唔建議。具體嚟講，佛家唔會站喺道德高地嚴厲批判眾生嘅生活方式，包括性觀念，只會同你講事情嘅因果。佛家認為情慾及其所有引生行為都係無益、會苦。而因為佛家希望眾生離苦得樂，所以唔建議眾生牽絆於情慾之中。一旦眾生困住咗喺性同愛嘅蜘蛛網，就會難以掙脫，當中產生咗好多業力、好多人際煩惱，令身心不安，繼而痛苦。即使你好享受其中，覺得快樂佔大多數，都無法避免見唔到對方嘅時候會囉囉攣啦，見到佢唔舒服啊嘅時候，又會個心好痛喎，會好想照顧佢啦。睇到對方失落啦，唔開心啦，自己又會失落埋一份。更加唔使講要分開啊，其中一個人患病啊，甚至之後嘅生離死別。兩個人就好似有條線喺中間咁，一方喐，另一方都必然會喐。唔講感受啦，無論係異性戀定同性戀，都係喺度中意緊具有某一種特定性徵嘅群體，而排斥符合唔到嗰個條件嘅對象，都係一種執着。由於佛家成套學說都係指向緊離苦，而以上種種都係苦，因此佛家會話：如果你唔想苦，就最好唔好沾染情愛啦。從呢個角度切入，你可以話佛家唔主張同性戀，但其實係乜戀都唔主張，就講唔上係會將同性戀呢個主體抽出嚟針對咯。大家都應該聽過眾生平等呢句說話，除咗指出觀音菩薩會無分別地慈悲眾生、普度眾生，仲指出眾生皆有佛性，同性戀者都可以將內在嘅佛性展現出嚟。但從修行上而言，無論係同性戀者定異性戀者，只要喺性慾上有執着，都會產生痛苦，係修行上一個好大嘅障礙。喺正式討論之前，我哋必先搞清楚佛家嘅道德觀同邏輯。好多人都會問佛教可唔可以乜啊？例如準唔準婚前性行為啊？又或者單身約炮得唔得㗎咁？但唔準、唔可以、唔應該嘅框架係視乎眾生自己選擇邊一條遊戲路線，唔可以直接一刀切落結論嘅。如果你係普羅大眾，唔係佛教徒，佛家係唔會對你嘅行為指手畫腳嘅，亦都無意去規管你、阻止你、逼你跟佢嗰一套。你想婚前性行為定係約炮？佛家會同你講，呢啲行為會導致嘅結果就係苦。約炮會令你嘅生活更依賴於性慾以及同他人嘅接觸。當你接觸唔到啦，你就會心心念念，然後身心都焦躁不安。如果你縱慾無度又唔謹慎選擇對象嘅話，就可能會蒙受各種嘅損失，包括感情、錢財同健康等。所以請你謹慎考慮清楚啦。祝閣下旅途愉快。
但如果你聽完以上事實都係選擇落嗰個決定嘅話，佛家都唔會反台啊，又或者講啲乜嘢嘅。如果你已經歸咗依而未受5戒嘅佛弟子，情況都係差唔多，都係要受同樣嘅果報，但就可能會多提點一下，喂，記得佛陀嘅教導喎，咁咯。但係如果你受咗5戒，佛家就會話唔可以約炮啦。但呢個唔可以係建基於5戒嘅邪淫戒，意思係會犯戒。除咗要受行為本身嘅果，亦都要受埋犯戒嘅惡果。到呢度嘅邏輯 OK 嘛？係好重要噶，因為我之後都會經常用到唔可以、唔得呢啲字眼。我希望大家都會了解呢啲字眼背後嘅意思，係有一啲特定嘅群眾噶，以免覺得佛家就係一個乜嘢都禁嘅宗教咯。所以要喺度講清楚。之前喺智慧嗰集提過，僧眾不能自慧，否則會被趕出僧團。我哋仲列出咗一啲智慧嘅細項，但原來當中都有提及過，智慧園將精液射喺人哋身上都係犯戒。而因為呢個行為牽涉到他人，戒律就延伸咗呢個主題，列出咗會犯戒嘅同性戀行為。我哋就按嚴重程度講下，當中包括要啱啱加入僧團嘅僧人，即係一啲新仔，幫自己手淫，同埋趁佢瞓覺嘅時候幫佢手淫。咁呢啲就比較嚴重啲啦，可能會被趕走。下一個 level 嘅就有女性僧眾，即係比丘尼，以手掌或者其他物件拍打另一位比丘尼嘅性器官，而過程中二人都感到愉悅並享受其中。然後就到唔涉及性器官嘅，即係譬如食同一碗飯啊、瞓同一張床啊等等。再嚟就係唔涉及互動嘅，佛陀都曾經警告過啲僧眾唔准對某一個人偏心。即係偏心某一位和尚或者比丘尼，覺得佢特別 Q 啊、賞心悅目啊，或者覺得兩個人特別親近之類，否則就會唔理其他僧人，亦都唔會聽佢哋講法。所以個着眼點係唔可以阻礙到修行咯。雖然以上嘅行為涉及到同性之情，但只係為咗避免僧眾捲入性慾同情慾之中，因此列舉當中細項，並唔係針對緊同性戀咯。換個講法，本身僧眾就分咗男眾同女眾，有關異性戀嘅規條亦都着墨好多，所以個個都清楚知道男女之間嘅情慾交流係被禁止嘅。而為咗避免有啲人覺得同性之間嘅交流係可以嘅，戒律先明言規定男男同女女都唔得，因為都係影響修行嘅執愛之舉。當你立志要出家要得道，就要跟從呢條遊戲路線嘅攻略咯。要斷絕慾念，否則就唔可以證得善果。呢個就係出家人同性戀行為會犯戒，係唔准嘅意思。我哋將個討論範圍再拉遠少少啊。有啲人會質疑同性戀犯咗邪淫戒，或者一啲受咗5戒而中意同性嘅佛弟子就係犯咗邪淫。我哋先唔討論呢個世界點解會有啲人會去指控一個冇侵犯到自己權益嘅群體，質疑佢哋、批評佢哋，甚至大力反對佢哋，再禁止佢哋享有基本人權，譬如結婚又或者引申嘅各種法律權利。我哋先當呢個係學術討論，同性戀係咪邪淫呢？邪淫嘅定義，釋昭慧法師嘅說法就係強調護生，保護生命免受痛苦。例如出軌會傷害咗自己伴侶以及你出軌對象嘅伴侶嘅心，所以係邪淫。強姦唔使講，係一種身心上嘅極致暴力，會對受害者造成一世嘅心理陰影。戀童固然都係，但同性戀呢？中意咗一個同性嘅人，或者同一個同性別嘅人一齊，究竟造成咗咩傷害啊？對你造成咗心靈傷害，但關你咩事啊？你有份咩？如果你所針對嘅係同性性行為，認為有啲不妥嘅話，但其實5戒入邊婚前性行為本身都犯咗邪淫戒，無分你異性戀定同性戀嘅。就算講到肛交，肛交係邪淫，非產道處嘅性行為都係邪淫，性行為只能喺產道進行。請問只有同性戀會肛交嘅咩？
異性戀都會肛交嘅，亦都有同性戀係唔肛交㗎。用呢個原因就話同性戀係邪淫，個理據會唔會薄弱咗啲啊？OK， 我哋聽下其他大德嘅意見啦。我哋先講一啲相對排斥嘅觀點。元信日本天台宗高僧喺佢嘅著作《往生要集》中就提到同性戀會落地獄，因為佢哋喺道德上逾咗矩，亦被現世嘅執着深深牽絆住。而貴人宗禪寺萬佛聖城嘅創辦人釋宣化法師亦表示，同性戀傾向會種下種子，令人轉身於更低層次嘅惡道。然後就有啲相對持平嘅觀點。達摩難陀長老就指出，佛教唔認為同性戀係錯誤嘅，亦同樣冇將異性戀間嘅性愛睇成係一件正確嘅事情。錯誤嘅係對佢嘅執着以及受佢奴役。佛教認為性愛包括異性同同性都係一種由無明所造成嘅執着之舉，係人類對自身嘅慾望渴求。人類受無明嘅影響，認為自身身體係真實嘅存在，過分地迷戀慾望所帶嚟嘅事物，包括性愛，而咁樣將會喺輪迴之中陷得更深。喺今年2月初圓寂嘅佛光山創辦人釋星雲法師喺佢嘅著作《Buddhism Pure and Simple》就主張同性戀無關對錯，只係人會做嘅眾多事情之一。如果唔會彼此傷害，佢哋嘅私人生活係自己嘅事，我哋應該包容而非拒絕佢哋。然而世界要接受同性戀都仲需要好長一段時間，我哋所有人都應該學習包容其他人嘅行為。法鼓山創辦人釋聖嚴法師就認為，以佛法嚟講，對於同性戀定異性戀都唔應該有差別歧視，應以平等心對待。之後就到一啲相對支持嘅觀點啦，有啲法師甚至清晰表示要爭取平權，咁就要提到釋超慧法師啦。2012年8月11日，超慧法師為一對同性戀者證婚，係台灣第一個公開主持同性戀婚姻嘅佛教法師。2016年11月24號，立法院召開同性婚姻公聽會，超慧法師就以玄奘大學教授身份出席，並以哲學、佛學觀點支持同性婚姻合法。我哋聽下佢嘅發言啦。那麼因此呢，以單一的價值一直在要求說，所有的人都是要進入到這個家，而且這個家還是要由你來定義的。那這個其實是我真的覺得有點強迫症啊。比如說，那你如果有了同志婚姻，異性戀者就會平等同性戀，那你會嗎？你不會，你為什麼擔心呢？奇怪哈。鏗鏘有力。同上述持平嘅觀點類近，釋超慧法師主張同性戀同異性戀兩者並沒有神聖與罪惡嘅分野，亦沒有蒙受祝福與承受詛咒嘅殊遇。兩者嘅情慾同樣構成繫搏身心嘅猛烈力度，同樣會因縱情之慾或獨佔心態而導致傷己傷人嘅罪行，同樣可予以節制或予以戒絕，同樣可予以轉化或予以升華。法師認為佛弟子應該大力支持同性戀者爭取平等對待嘅權益。有啲人聲稱同性戀嘅性傾向來自惡業嘅招感，法師就以4個論點層層反駁，我會將條 link 放喺 description box 嘅。除此之外，法師亦都回應咗我哋一開始嗰個同性戀是否犯了邪淫嘅討論。法師認為邪淫為影響到無辜嘅他者，對感官嘅享受運用不當。如果兩人係好單純嘅關係，冇影響到第三者嘅話，就唔構成邪淫。一行禪師就話，佛教嘅精神係包容，深入觀照一朵雲嘅本質，我哋可以睇到宇宙；深入觀照你嘅本質，你將會睇到真正嘅自己。即使你生出嚟係男同性戀定女同性戀，你生命嘅基石同我係一樣嘅。如果你係女同性戀者，咁就做個女同性戀者，你應該做你自己。如果你可以接觸到你嘅生命基石，就可以從歧視同壓迫所造成嘅痛苦中解脫出嚟。千祈唔好相信僅僅係通過社會本身就可以伸張正義，紓解你嘅痛苦。真正嘅解脫自在，視乎你深入觀照嘅能力。禪師喺梅村讚頌書當中婚禮嘅章節就寫到，為同性伴侶頌讚時，請作出適當修改。禪師也有解說邪淫戒，咁我呢度就直接 share 俾大家去睇下啦。
以上就係一啲大德嘅觀點。呢個部分嘅最後，我想提及到一啲關於同性戀者修行嘅嘢。Reverend Daiju Mafalami 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同曹洞宗真人就話，同性戀並非覺悟正果嘅障礙，同性戀者想修持佛法都係歡迎嘅。佢指出，美國嘅 Shasta Abbey Monastery 亦都有同性戀真人同信眾喺嗰度修法，佢哋嘅修行進程亦都同其他異性戀嘅修習者無異。其中一個人更加見證咗，唯一唔同嘅係佢哋要處理已經內化咗積存已深嘅對社會嘅恐懼，因為社會一直視同性戀為邪惡、病態、扭曲嘅。嗰啲修習者一係為此好羞愧，一係好自傲。而初入門嘅修習者就需要有放下所謂性傾向嘅覺悟，因為下定決心要正果嘅修行者，無論異性戀定係同性戀，都應該願意放下任何嘢。我自己覺得好有洞見嘅部分係性傾向都係一種概念，有傾向即係有啲分別可以被傾向。拉遠一啲嚟講，所謂要支持同包容唔同性傾向，尤其係向異性戀者宣揚要包容同性戀，其實都有一種彼我嘅分別，有大小、主流、小眾以及私語及受惠嘅 meaning。我想表達嘅係，我哋要 focus 嘅或者唔單止係爭取某一個群體嘅權益 ，which is 當然係非常重要嘅。但我哋同時亦都要去思維一下，或者諗一下，點先可以如何從根本上去消解嗰一個我係我，你係你，你唔似我，所以你係邪惡嘅，係扭曲嘅，係變態嘅呢一個思想咯。我希望唔係支持包容，而係互相尊重，知道我哋或者呢個世界就係有唔同嘅傾向。你中意食奶油包，我中意食奶醬多，佢中意食冰火椰嗰啲咁嘅雞尾包，然後佢可能又中意食一口雪山西多加 Tabasco 嘅，咁我哋咪 Wow that's cool man yo wow 咁咯。唔需要逼人哋食西多就一定要落煉奶落糖漿嗰啲咧，就係變態嘅，係黐線嘅，係乜乜乜嘅，亦都唔需要逼人哋接受自己食餐蛋治咯。因為呢個世界本身就係咁多樣，本身就係咁靚啊！就係我哋呢啲人類就喺度 label 晒所有嘢，set 晒所有嘅框架住，搞到好無聊，然後又好多衝突，好傻豬咯，真係。或者頭先講嘅有啲太理想啦，但我覺得應該係要咁噶。當然我亦都非常明白，要做到呢一步，都首先要用到支持同包容嗰啲字眼去表明立場同態度嘅。我喺 IG Live 都曾經被問過接唔接受同性戀，咁大家就可以去睇下我嘅回應，再去分享下你嘅見解。但係我真係希望有一日可以唔使做呢啲字眼咯。接下來呢，我都想分享下一啲我本人嘅見解。我認為佛陀同成套佛法都係希望眾生可以離苦得樂，咁點會去陷一個唔會對他人造成傷害嘅群體於痛苦同恐怖之中呢？同性戀者想相愛一生，想共諧連理，想同一個自己心愛嘅人就係白頭到老，佢又唔係拆咗另外一個人間屋，跟住搶咗嚟做自己嗰間屋，又冇去捅人，跟住就立咗嚟做自己嘅新娘或者新郎。咁請問有啲咩問題呢？到底係佢哋定係不斷歧視同壓迫佢哋嘅人所產生嘅惡業會更多呢？我相信並知道愛係無分性別㗎。我認為一個可以算係比較佛系或者少啲執着嘅戀愛觀就係無等差地去愛咯，去慈悲，去愛一個人嘅靈魂。中意佢係因為佢好有趣、好善良、好溫柔、好幽默，可以嬌嗲時嬌嗲，霸氣時霸氣咁。而所有美好嘅形容詞都冇去指向某一種性徵或者性別咯，性別係最無關重要噶。再拉遠少少嚟講，請容我大膽地講句，呢個世界上最美好、最圓滿、最正嘅存在，都係雌雄同體嘅，甚至係冇雌雄之分咯。好多神祇都係咁噶，譬如觀音。
存在只係一個存在，係流動，係唔會去 stick to 某一種特別嘅框架，跟住淨係可以 present 嗰個框架嘅一啲表現咯。咁個世界先會有趣同好玩得多咯，同埋唔係一個 future tense 咯，而係本來就應該係咁咯。That's all。結論係 love wins， 慈悲 wins。願我哋都可以唔顧世俗眼光，繼續噴射啲溫暖同心心出去。Yeah! 歡迎驗證，歡迎挑機，願你早日離苦得樂。See you。